美国政府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全球挥舞人权大棒，却对自己的人权和种族主义状况视而不见。在疫情的催化下，美国的非洲裔生存更加困难，而亚裔近期频频遭到攻击。美国还因关岛军事化严重侵犯扎莫罗土著人的人权，收到联合国人权指控函。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方应该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打击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利。在美国，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美方应该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严厉打击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利，让少数族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不再生活在暴力的恐惧之中。而就在美国政府以人权卫士自居，在全世界到处挥舞人权大棒之时，自己也被来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3名特别报告员押上了侵犯人权的道德审判席。在最近公布的一份致美国政府的信中，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对美国在关岛持续的军事存在，以及未能保护原住民查莫罗人免受丧失传统土地、领土和资源的影响表示关切。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代表查莫罗人利益的活动人士谴责美国自美西战争后宣布关岛为其领土以来，对该岛的持续控制以及不断加强的军事化。关岛位于西太平洋，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关岛。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关岛曾在1941年被日军占领，1944年7月21号再次被美军夺回。尽管关岛居民被赋予美国公民权，但其拥有的权利有限，比如关岛居民不能在美国大选中投票，而关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仅设1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首先这说明了美国政府是奉行所谓的这个双重标准。那么在国外是试图的去以人权捍卫者来自居，那么在国内呢，它是这个选择性的忽视国内所存在的这个侵犯人权的事件，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这是美国一直以来它的一种行事的方式啊。另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本身来讲，它是倾向于用所谓霸凌的手段来去对待这个人权议题。那么它是通过，比如说人权议题，当它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时，它就会拿出来用；而当它不利于美国国内的这个所谓美国国家的形象的时候，它就会选择性的忽视。